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为各位介绍接下来的节目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旺哲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局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现在川普又在呛中国大陆了。他发文批中国大陆说完全违反协议啊。他说确信会跟习近平来通话。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在履行发放稀土矿物许可证的承诺方面进度缓慢。那该协议呢，要求陆方取消关键的矿产出口限制。那这些原料呢，对美方的半导体还有电子产品跟国防生产至关重要，所以川普就呛了，说中国彻底违反美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如果这个结果对有些人来说或许并不奇怪，但好人就当到这里了。讲重话，好人当到这里，但愿会跟习近平通话来解决问题。那这样关税战看起来的情况之下呢，川普就讲说，中国完全违反跟美国关税的贸易协定。那包括他的这个贸易代表呢，怎么讲呢？他说未见到关键矿物按约定的方式来做流动。他说，美国政府呢一直很关注监测中国履行的协议情况，或者是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未履行协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没看到这些关键矿物能够按照合约的方式来进行流动。那《华尔街日报》就讲了，他说中国延宕稀土管出口，日内瓦的协议濒危就濒临瓦解了，濒临危险了。美国的汽车向白宫抱怨北京缓步的准稀土出口不如不加速许可的话，厂房运作恐怕会于疫情期间相关量来做停滞，影响非常大。那中国怎么回应呢？中国回应说，我们的措施是合规欢迎来谈。这个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他直接讲说，中国在出口的敏感资源方面的政策合情合理合法合规愿加强就稀土出口管制问题跟外界来展开对话跟合作。那现在是不是美国的科技川普要输了，所以美国要卡什么？卡引擎的部分。我们来看到就是现在美中谈判航空领域再度交锋。贝森特说，跟大陆的贸易谈判有些停滞，双方呢这个航空领域会再有交锋。他掐住了 C919 的心脏。美国暂停出口飞机引擎技术，欧美制造发动机恐怕会断裂。纽约时报报道说，因为不满中国持续在限制部分出口转销到美国，那川普政府呢喊话多次关键的技术出口中国。那其中呢 C919 的心脏是采用美商奇异跟法国的丰赛集团联手生产的引擎。那现在呢，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怎么讲？他说，哪里有封锁，哪里就有突围。直接这样讲话。包括了说大家北斗定位，一屏监控，空调驾驶舱，中国开启了这个智能收货模式。这个就是配合北斗定位的这个作业监测的功能还包括智能化的联合收割机能够投入生产一线。那现在 A1 的这个博弈当中，粮草先行。什么粮草呢？中国的电力超过美国了，居冠全球。现在从中美两国到1950年之后的发电量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基数低，但是呢速度一直大于美国。2010年的时候呢，中国逆袭成为全世界发电量第一大国。反观美国呢，发电量到2005年之后呢，开始这个走平，甚至呢缓慢下降。所以现在被中国超车了。那再看到现在任正非预言胜利了吗？现在华为尊舰 S800首发，支持隔空手势开车门。这个是余承东怎么说？他说这个尊舰 S800手势导入了这个华为的星闪连接技术，也支持这个隔空手势开车门，最高可以达到77度。那辉达怎么讲？辉达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华为的威胁。黄仁勋就说了，这个华为升腾晶片透过规模化的重聚设计实现整体的运算力跃升。那华为呢首度发表了这个腾升晶片的训练2大模型这样内页分析提供了一个定心丸。什么叫定心丸呢？我们可以看到华为呢为盘古 Ultra 这个开创的这个发布之后呢，证明华为不仅完成了这个国产算力加上国产模组的全流动自主可控式的训练实践，同时也在群级训练系统上面也可以展现领先业界。这个意味是说什么？国产的 AI 基础建设呢，已经的自主性创新力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了，为中国的这个人工智慧开启了一颗定心丸。那任正非就说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来听听看他怎么说。我们根本不认为我们会死，
说我们为什么去把死看得那么重呢？说我们认为我们去梳理一下我们存在的问题，哪些问题去掉，哪些问题加强，生意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呀。越高端的产品，美国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完全靠自己，不靠美国。好，这段话呢是任正非在2019年说的，所以2019年说了，现在也看起来有验证的一个情况。好，先请教彬哥怎么看现在川普又跑去呛中国了？川普反正每天一大呛，这个实在是已经没什么好奇怪。他昨天才呛了普丁了，今天在呛，到处呛。对，那呛了有解决问题吗？也没有嘛，反而是他会呛，代表什么？代表他现在痛了。也就是中国大陆管制稀土确实发挥效果，让他开始有点急了。但是他说我一定会跟习近平谈话，你确定？对，我是习近平，我现在绝对不会想跟你谈，是因为很简单嘛。我第一个我不想。就是像泽伦斯基也好，或者是像之前的这些人这样当场跟你翻脸，甚至当场被你洗脸，我干嘛做这种傻事？对我在所有的事情没有尘埃落定之前，习近平绝对不会轻易跟川普通话，因为没必要，这样反而让自己难看。对，然后再来呢，你美国现在会痛，对不对？那中国大陆说的也很简单啊，我并没有真的挡啊。对啊，我只是叫你来申请啊，我们就审核嘛，对啊，那能够过就过。那大陆这样做的什么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我并没有完全封闭，我还是愿意跟你合作，愿意跟你开放。可是你要展现你的诚意啊！是你美国只是单方面叫我开放，那可是你其他地方还是卡我卡得很死啊！那要谈大家就来谈啊。那如果美国你不顺势不把所有相关的协议讲清楚，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开放给你？我一旦开放给你，我不就没筹码了吗？没错，对啊，所以我干嘛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呛好啊，你就呛啊，没关系，呛他也不会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重点是，那美国自己愿不愿意让步呢？比如说你现在去卡 C919的引擎，你卡啊，没关系啊，反正现在你欧美也不发 C919适航证，对不对？所以他也只能在中国大陆内部飞啊，是对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对大陆来讲他也不急啊。那何况他们现在正在发展 CJ1000A 的这个引擎的技术，他们本来目标就是要取代这个外国的引擎的。那如果现在你要卡着，你要卡等于是给这个中国自制的引擎一个大好的机会。因为中国大陆也不是不会做引擎，他之前为什么要去采用这种外国的引擎？第一个嘛，就是大家互相嘛，我们大家一起来发展这个飞机的话，你也比较愿意发适航证给我，对，也让我能够在你的国家飞，那你也能够赚钱，我也能够赚钱，大家可以一起做生意。那现在如果美国要用这种方式卡的话，那反正你这样做就等于是给我的引擎发展提供一个好的机会，我就用我自己的引擎啊，是对啊，那我用我自己的引擎，我也不求你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很多战略啊。我觉得川普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规划，而且没有事先去评估过。他做了这件事之后，你伤了敌人多少，你自己会伤多少，然后你的承受度到什么地方？我觉得川普根本没精算，他就是不断的在那边用这种收哈的方式，一下我大你50，大你100，在那边乱喊。那问题是你的手脚已经被看破，川普的底牌已经被人家知道，是，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没有人会被你吓到，你吹牛没有用。大家就等着看你美国自己撑不撑得下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川普不断的用这种方式去讲，我觉得没意义。然后你看，现在中国大陆发电量这个冠于全球，这有什么好奇怪？这很正常。第一个，它是人口大国，它仅次于印度。那第二个就是它国土面积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制造业这么发达，它发电量不多才怪。那反而美国为什么2005年之后就持平甚至下降，走下坡了？因为它的制造业都跑掉了嘛，它没有制造业，用电量就没那么大嘛。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警讯？你知道美国为什么现在川普签署2050年它4倍于现在的核能发电量？就是你如果希望制造业回流，你必须要有电嘛。那反观台湾呢？台湾的电哪来？你又不要核能，是不是？那你怎么发展？我跟你讲，台湾搞不好未来也会像美国一样，可能慢慢我们发电量就停滞，甚至下降。为什么？因为制造业可能也会跑光，因为你的电不够。所以这对台湾来讲是个重大警讯啊。那至于说这个现在就是在高阶晶片呢也好啊，这些先进的这些制程的发展，黄仁勋一直在告诉美国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你以为你卡住它了，可是实际上你是在给中国大陆提供一个绝佳的环境，因为本来中国大陆的晶片可能竞争不过欧美，对，可是你现在不让欧美的晶片进去中国大陆，反而给它提供一个，因为它不用自己生产晶片
就没有办法，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需要自立自强。对啊，你现在正在帮大陆创造一个培养晶片发展的温床，美国人到现在还看不懂这一点吗？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美国很习惯这个样子，我可以制裁你，是我可以这个对你打压，但你不可以反制我。特别你如果喊反制到我的痛点的时候，那更是不应该，他完全不能接受。那川普的个性就更容易把这种情绪、这种态度由上对下的态度给放大，是再放大。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样子。什么呢？特别在稀土这一块，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过去这几年针对稀土现在也开始很熟练，而且很坚定的是，这是我的筹码，那这个是我反制你，重点是反制哦，反制。如果你不对付我，你不打压我，我也不会去对你实施任何的出口管制制裁等等之类的。当然，我们可能会做总量了因为它可能在国际贸易上会跑来跑去嘛，那我也许会针对最终的使用来去做一个管制。所以你看到美国对他这个样子，他在几次，比如说2月2号、3月2号，美国以芬太尼的理由制裁中国大陆的时候呢，他就来反制你稀土的部分。然后呢，4月2号是美国用对等关税，那4月4号呢，中国大陆就反制，这里面提到了7项稀有金属。后来在5月12号中美日内瓦的贸易协议当中是讲的4月2号之后的非关税措施要予以讨论，然后呢这个拿掉。那因此就只是讲4月4号那个7项的稀有金属咯，而且要讨论。那如果你持续还是制裁我跟你讨论都没有讨论，协商都没有协商，那我当然要维持原来的。至于之前甚至去年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制裁，这个一定还是继续做。是他最近和欧洲在讨论半导体供应链的合作，他就以开放稀土的供应作为一个这个诉求。印度这阵子开始不断的从去年到现在对中国企业在做打压，那这一阵子中国大陆就可能会针对印度的汽车制造予以稀土的管制，所以就是礼尚往来嘛，这是一种反制。那我觉得大家现在大概都怕到了那至于说华为这个部分各位你要知道，我们经常在说几奈米、7奈米、5奈米、3奈米，其实这个真正有意义是在智慧型手机，连一般的笔记型电脑其实都不这么运用。因为笔记型电脑，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双核心？因为它里面空间大嘛。只有智慧型手机，因为它空间小，而且只用一个处理器，所以这种比较小型、小奈米的这种优势就在智慧型手机里面展现出来。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情况呢？黄仁勋就讲了，他有一个叫做这个升腾384的超节点技术，它就是在一块这个上面做一种重结式的这种结合，然后呢让它去超越只是单一的，就是 NVIDIA 的芯片。那黄仁勋也讲华为所做的有一个 AI 芯片，都比 H200，不是那个要倍镜的 H20是 H200还要好。那他觉得其实甚至将来都可能会超过现在华为最顶端的 Grace Blackwell 这些技术。他已经这几天都不断的讲这个话。是。那我觉得美国现在这边要清楚的了解到你真的进一步的打压管制，你只是让中国在这上面做更多的突破。因为不相互合作呢，一起赚钱，然后呢突破之后，他也可以反制你。如果你继续打压，他也反制你，稀土就是面临到最大的一个压力了。是。好，请教进长怎么看呢？其实最早以前我们看到的川普1.0，他所进入的这一个科技战，也就是希望能够遏制中国大陆进步的速度，但是恰恰好因为如此，让中国大陆确定了自己要发展晶片的一个部分。这个也就是之前我在节目中特别提到有关于稀土的部分。稀土现在为什么川普会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的确确已经被卡脖子了。那卡脖子的结果是什么？无论是你要做这个神盾舰的这个SPY-7的这种雷达，或者是你要甚至做出这一种发动机，它都有需要部分稀
那个稀土的部分了。那如果你没有，对不起，直接遏制了你的发展，也等于就是让你的速度变慢。那更不要提什么 F47，或者是他心里想的F55，那这些通通都办不到啊。那现在中国大陆的做法也不是真正的那个卡美国的脖子，而是一笔笔审核，一笔笔审核为的是什么？就是怕你转用啊，怕你用到那个原来就在中国大陆限制的这个领域里头，所以美国觉得不方便了。那他觉得他的真正背后的想法可能会被曝光了，所以他有其他的反弹意见就出来了。因为他说，哎，这没有不按照我们当初在日内瓦的讨论之中啊。至于 C919 的部分啊，大家有很多讨论啊。那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讲发动机啊，这个世界上的发动机啊，其实有3个牌子，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 GE， 然后有普惠，还有劳斯莱斯，其实有3个牌子，不是美国完全垄断。这个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跟英国那个对于关税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他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也就是如果你要跟中国大陆合作的话，那其实要跟美国进行讨论，也就是他准备帮这一些可能中国大陆去穿透它的这一个限制的部分呢，那个其实也就是先已经做了预防了，但是这个部分啊，恰恰好就是我刚刚讲的稀土的问题，不要完全的把美国的脖子给卡死。为什么？我就让你啊吃不饱也饿不死，你不会去绕路解决这个稀土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呢，当他没有办法那个解决稀土的问题的时候，他只好乖乖的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也就是啊，当我们看到这一些国际现实的时候，其实谈判本身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谈判背后的策略。你该拟定什么样的策略？也就是这个策略不是只有谈判之间哦，而是国家竞争。也就是你要想想你有没有替代品。那你如果有替代品存在的话，那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办法赢家通吃。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赢家通吃的话，那不如先扩大你的市场。那也就是啊，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其实才能够对于国家本身啊，求取最有利的竞争地位。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现在哈佛要直球对决川普了吗？现在直球对决，那包括了这个哈佛的校长啊，在毕业典礼上啊，直接说欢迎全球学生3万人秒鼓掌30秒。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Members of the class of 2025 from down the street,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just as it should be. 哇，讲到这个正嗨处哦，全场热烈掌声30秒，而且是起立鼓掌，看得出来呢，这个呛川普的气势有多强。那甚至呢，在毕业典礼上有个中国女孩，她致辞也爆红，我们来听听看她怎么说。Because if we still believe in a shared future, let us not forget those who we label as enemies, they too are human. In seeing their humanity, we find our own. In the end, we do not rise by proving each other wrong. We rise by refusing to let one another go. 好，这位哈佛的中国毕业生呢，叫做姜玉荣，他直接讲说，被那些我们称为敌人的人，他们也是人。所以，当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人性时，我们也找到自己身上的人性。哦，讲了全场人其实也蛮感动的。那现在呢，这个美国呢将撤销中国学生签证，中国大陆的
网友呢却大赞川普啊，哇，中国的国运来了，怎么讲呢？他说国运来了，以前呢都是美国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吸走了全世界的人才，那现在呢他们主动的拒绝了，我们少了流失的很多人才呢，现在呢包括了这个欲令其亡，必先令其狂。所以呢，现在人才会回流到中国上面呢，也引起中国大陆网友广泛的讨论。香港媒体呢，现在也问川普说，是否人欢迎留学生？他声欢迎，但是麻烦制造者除外。川普说呢，美国人是欢迎国际学生，只是不欢迎麻烦制造麻烦的学生。言下之意呢，就是抗中嘛，就抵制中国的学生。那现在大家也好奇啊，会不会演发成变成这个？川普恐怕会造成钱学龄 2.0 哦，因为美国媒体呢为了劝川普，现在搬出了这个钱学森。现在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直接点出说，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个钱学森，因为这个美国在钱学森身上犯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错误哦。这个金斯伯在里面发布了一个文章当中，他告诫川普政府不要重蹈覆辙，因为疏远世界人才，最终只会让美国得不偿失。那大家或许有些人对这个钱学森呢，有些陌生，但其实他是非常有名，他是中国空气动力学家跟系统科学家，也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航天计划之父曾经旅居美国20年。那钱学森呢，为中国两弹一星的工程当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包括为中美两国的火箭、飞弹还有航太计划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哦。那在1999年的时候呢，中国政府评为是两弹一星的这个元勋，包括了像是这个钱委长或是钱三强并称三钱这3个人。那1950年的时候呢，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横行啊，当时全美国掀起一股要雇员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的狂热。那钱学森呢，身为中国公民跟科学家，成为美国参议员的约瑟夫还有麦卡锡他包括这些支持者的攻击的目标，最后呢被调查监视。那经过中美两国的交涉当中呢，其实后来中国提前释放了11名被俘美军来换取钱学森回国。那最终呢，钱学森在1955年获准返国。那返国之后，钱学森呢，他包括了一些这个前美国的海军部长，他曾经说，这个遣送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干过最愚蠢的事。他说，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那他也是了。是我们逼他走的。那根据钱学森的图书馆网站公告呢，钱学森回国之后呢，立刻参与现代武器的这个计划建设，成为新中国国防科技军事的主要建立者之一。所以现在这个川普呢拒绝哈佛收留学生，会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再度发生？对美国来说，或许受到一些冲击情况。那除了这个学术层面之外呢，包括经济层面，黄金开始要反击了。现在包括了这个稳定币合法化，将成为帮凶。克鲁曼就说了，危及美国公债以及金融稳定。他说，除非国会议员突然良心发现，而且并且恢复理性否则这项稳定币的法案呢，很可能在共和跟民主两党之下过关。赋予稳定币的合法定位，他为此呢深感忧心。那现在路透社报道说，这个川普关税恐怕会伤及全球经济，已经损失了将近兆元将近兆元，这个1兆152亿的台币，相当于这个340亿美元。那川普呢反复无常又霸道，这有一个国家担心说黄金被他抢走，是哪一个国家呢？德国央行这黄金库存已经达到了3352公吨，是全球规模第2大。那其中1/3存放在美国纽约的联准银行。所以现在德国的纳税人协会副主席他直接讲说，川普想要控制 Fed， 那意味着德国存放的这些美国的黄金也准备落入他手，这是他们的钱所以应该要运回来。所以在德国内部引发这样的讨论。那全球也在抢黄金，中国也在狂买，瑞士转运。那市场在怕什么？你看4889公吨的这些这个进口的这个黄金，现在呢已经4月底呢，在中国的黄金储存量已经再添7万盎司了，已经为6个月持续增加当中了。所以全球在疯抢黄金，来确保这个包括金价或者是稳定，也担心说黄金被川普抢走。先请教彬哥怎么看？川普开这种地图炮，全面的限制外籍生，因为他现在已经下令国务院暂停这些学生的签证的面试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是在自断手脚。全世界各国大家看了都很高兴，
因为全世界现在马上要进入高科技大战，高科技大战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然后你居然不要人才，把人才踢出去，那太好了。对啊，对俄罗斯啊，对中国大陆、对欧盟来讲都非常高兴。所以你看，世界各国都说你们不要，我要，是对啊，抢人才，对，大家都在抢，因为这些都是全世界最顶尖、最优秀的学生，结果你居然不要，那太好了，那就还给我们吧。所以我觉得台湾也应该去抢。那只是怕人家不来而已，我怕我们条件不够，对啊，吸引不到人才。那川普在那边讲说什么？他仍然欢迎国际学生，只是不欢迎制造麻烦的学生。那问题是什么叫做制造麻烦的学生？你要明确清楚定义啊！现在就是你的标准是浮动的嘛，完全看你高兴。那这样就会让人家对去美国留学产生恐惧，因为我不知道哪天你神经抽到，你会觉得我可能会制造麻烦，对啊，那你就把我赶走，那我的学业怎么办？我的未来是不是就这样断送？所以当川普对整个留学生投入一个不定时炸弹之后，美国未来的外籍学生肯定会大量减少，因为大家都害怕，因为不知道你会怎么样。那这个对全世界当然是好事。然后川普的逻辑非常奇怪，他认为说我把外籍生的比例压在15%以下，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美国人可以得到，比如说去哈佛啊、去纽约大学啊、去这些学校有更多的读大学的机会。可是这样有比较好吗？其实台湾已经示范给你看过了。我们当年教改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念大学，所以我就广设大学，对，人人有大学念。是，结果台湾大学生果然变多了。那问题水准有提高吗？并没有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在做这种傻事，全世界都乐得开心。你再把人才还给世界各国，各国都向你致敬。是，好，请教这个杨老师，杨老师怎么看呢？其实我们现在了解哈，哈佛大学代表的不只是说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人才进入到共同一个教室里面学习，它也代表着美国对全世界的开放、包容、是尊重，让第一流的人才那到这边来，不管是自费还是拿奖学金，那哈佛大学代表的就是具体而为一种美国霸权到顶峰的象征，而现在居然是美国自己的总统，政治权力的总统，然后去攻击哈佛，攻击自己象征世界顶端、包容、惠及精英的哈佛大学。其实这个很清楚，也就是说，美国的一般的基层民粹对于这种精英，哈佛代表的是绝对精英，来自于世界各国的绝对精英。但是人类的发展、科技各这样，它是需要精英跟普罗大众共同贡献。那精英的角色在哈佛就达到了极致。这个时候，美国的基层百姓的川普所代表的民粹，反建制、反精英，就开始攻击哈佛大学。不是什么给予多少补助，也不是说你有多少外国学生的比例，更不是你是不是有多少中国学生。这两天川普又在讲了，我没有针对中国学生，他又在改口。他跟那个 Rubio 一个人扮白脸，一个扮黑脸。可是呢，攻击哈佛就是攻击整个人类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精英的这种领导。那这个你喜欢或不喜欢，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是整个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架构，而体现了在美国的这些顶尖大学。那现在开始分散到不同的区域，也就呈现了这个世界开始形成多极化，是权力的分散 ，power 的分散。然后呢，你就看到精英的学习跟发展就开始在不同。以前大概只有美国吧。那我去美国念书，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没有什么别的地方的那种顶尖的学校能够超越过美国那种常春藤或顶尖的学校啊。现在呢，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所以钱学森的例子就提醒我们，钱学森是在中华民国诞生那一年出生，1935年国立在上海的交通大学毕业呢，到美国先念 MIT， 后来念加州理工学院，在这边加入到美国的前 NASA 的弹道工程的体系里面，做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然后呢又回到东岸做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这顶尖中的顶尖，是他设计出来12这个马赫的这种所谓的弹道火箭呢，就叫做钱学森弹道。结果呢，美国那个时候因为麦卡锡主义，
对于有来自于中国的钱学森，他那时候已经是美国籍，他那时候还有上校，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职位哦。然后呢，他是在整个前 NASA 的这个太空弹道发展当中的负责人，把他给软禁起来。到1955年，然后呢，才在交换俘虏的情况之下回到中国大陆，是开启了中国整个后来两弹一星的这个发展。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当然代表当时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中美冷战架构情况的这种个案。但是呢，你现在看到哈佛不就是一大堆钱学生们，被面临同样的这个待遇，翻版了哈。然后呢，回到各国，美国的霸权的滑落越来越明显了。是，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生命会寻找出路，大学也会。是，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川普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不一定是一时的，最少持续4年。那各大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到海外设立分校。他只要到海外设立分校，这些毕业的学生拿到的一样是哈佛的这个毕业证书嘛，而且也是哈佛的师资所教授出来的，所以大家一样认同啊。这件事情比钱学森离开美国还要来得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认为的是学生，未来可能不会到美国去念书，因为其实形成寒蝉效应。之前美国不是一直讲吗？进入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会检查你的社群媒体。现在是你只要到那个美国驻外单位去申请留学签证，你要面谈的时候，他会叫你秀出你的社群媒体，也要检查你的，无论是 IG 或者是Facebook， 检查你之前到底在讲什么。那另外，我们刚刚讲到，其实我们现在认为的只有学生不去而已，可是我们忘记了，就是其实川普不断的在削减这些大学的预算，那这些大学没钱了，那老师也会自己寻找出路，也就是现在川普有一个推力，把学生跟老师往外推，可是其他世界各国有这个拉力，把这个学生跟老师全部拉进来，所以这就是我讲的，比当年的这个钱学森的这一个事件还要来得严重啊！那另外呢，其实我们比较少谈的，也就是稳定币的部分。还记得前段时间吗？川普不是跟一群要筹办这个川普币的人，然后一起做一个妖艳，然后要付款达到前面200人，你才能够进场。虽然大家抱怨那个饮食很烂，但是什么是稳定币？稳定币就是加密货币。那加密货币其实它有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看到克鲁曼他就讲，现在的银行你要办汇款啊，都是来源或者是那个过程都是有名有姓有路径的。可是未来如果用加密货币的时候，就完全隐匿了。这个最适合做什么？洗钱、勒索、毒品，甚至地下的军火交易。所以为什么川普也不断的在推动这件事情？其实除了他本人的意愿之外，还有他的这一群好朋友啊，愿意抖内给他的钱的人啊，都有这个需要。那如果这一个变成主流的话，那这个世界其实非常危险。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现在美中的对抗本来全世界松了一口气，以为进行了各种谈判，有机会更多的这个缓和，正在一步一步的进行当中。但是川普昨天又指控了他不开心，他说中国大陆是违反贸易协议的，他怒喊：“我好人就做到这里了，好好先生啊 ，Mr. Good 嘛，就当到这里为止。”那相信我跟习近平通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很想跟习近平通话，又再一次的 call me 啊，什么问题？显然就是稀土。稀土呢，在美国专业代表的格里尔口中是说的，他说中国没有遵守贸易协议，不可接受，包括加稀土的这个出口。
没有依约加快。不过川普到底当时中国违反瑞士协议里头有没有这一段？这是《华尔街日报》指出的，就是说这个稀土啊会影响到美国关于制造汽车啊、晶片啊，甚至国防，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非常关键。所以呢，他们的出口许可审批依然缓慢，就是出不来，这让双方，尤其是美国觉得很不满。可是大陆方面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在出口敏感的资源方面的政策合情合理、合法合规，我们是不知道双方协议内容到底怎么谈。但他说愿意加强就稀土出口的问题跟这个对话合作，就说来谈嘛，就欢迎来谈啊。所以显然我们节目上次也讨论到，每个来宾我记得帅将军也是说，千万不要那么快放哦，放了之后就被抓到了，然后川普说不定又反悔。结果就因为川普认为稀土这么关键，你慢慢合批，他要翻脸。现在就呼叫习近平赶快出来跟他谈。但是关税真的如果违法的话，这个叫做现在法院一度认定他所有对外要开征关税的做法都是不合权限的，应该是国会的权利，而不是中的权利。不过又很快啦，他又向更高的高等法院再提这个反驳之后抗告最后决议他又可以了现在这个司法程序还可以继续进行当中，但是呢，这个里头有一段文字被注意到了，他怎么说服法官说我们这个关税还是要执行？他提出来说，如果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或最高法院仍然裁定川普的关税是非法违法的话，怎么样呢？政府会退还关键词是退还所有美国人还有企业被迫付的关税款项，包括判决后的利息而这笔利息呢，可能因为缴纳关税而大增，哇，那这可是很高的金额所以偷偷的藏在这个文字里面说服法官，他会执行吗？说真的，会不会他到时候也不痛不痒啊？因为反正是政府的钱、人民的钱，也不是川普口袋的钱，他又不是保证说我会从川普集团付钱，所以这个美国的主播 MSNBC 的奥唐纳就取笑了川普身为对政府运作最无知、最无能，他的翻译里面还讲了一个无能的总统。很可能他要从这样的报道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做出了这项承诺啦。但我们相信全球都不会对于川普承诺之后的执行能力或可能性抱太大的信心。美国企业撑得住。4月2号川普喊出来的解放日之后，一连串的经济连锁效应，苦果来了吗？美国4月的商品进口已经暴跌20%，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降幅。同时，南华早报也披露面对美国国内的自行消化关税成本，让很多大型像沃尔玛这些零售的品牌正在要求中国啦、东南亚啦要供应分摊大部分的高额关税，也就是说，不能我们自己付，要由其他国家来帮他付，有可能吗？要承担50%到66%，杀头的生意谁做呢？所以社群就疯传。沃尔玛员工悄悄的偷更换这个价格标签，涨价是必然。虽然川普不准，但一个可可粉的一罐价格可以翻倍，从3.44到6.18。各种人气商品价格甚至可以上升到80%，这个对于这个一般消费者的承担能力还要扛多久不知道。但双方的博弈，中美第二阶段的博弈很激烈。大陆学者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这个是吴兴博，他认为中美第二阶段博弈激烈进行，已经进行当中了，所以双方都在争取第三方支持，在晶片这件事情真的是关键。新一轮的谈判，美国意识到关税牌效果有限，所以要逼北京让步。下一段大鸡蛋打出来的牌什么？他也认为有外交牌、安全牌，还有台湾牌。我们要刷的蛋吗？美国管制 EDA 的软体让这个业界说已经没有办法，相关的软体要更新都有困难。华为却首度发表升腾晶片，全球都在看如何在晶片上，在围堵底下自行的研发，可不可以站得起来？业界分析，这次首度发表的升腾晶片训练了2大模型，充分的展现身为 AI 晶片的升腾超大规模的运算能力，可以跨越过去嘛？业内人士分析啦，华为这个大模型的发布，意味着国产 AI 基础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进一步验证。这个所以被形容叫定心丸因为大家也在看到底能不能真的在晶片的发展上可以真的站稳脚步，超越在各国的围堵里头。将军，现在面临第2阶段谈判吧，那就现在双方都碰到最敏感的议题了。中国大陆控制了稀土，
美国这个月到下个月，它的稀土存量就用完了。这个稀土，美国要自己建的话，就要找到矿源、建厂、试产、量产8年。那我请问，这8年里面，你的稀土从哪里来？那稀土有多重要呢？1800项尖端武器里面没有稀土做不出来。那加上民间的东西呢，就3000多项，这不是项哦，不是说量哦。那美国的制造业是不是全部垮了？尤其你号称号令全球的就是你的军武科技嘛，你拿军事力量去威胁人家，但你所有的新的飞机、大炮、火箭、导弹都要靠它。所以我很早以前在每个节目都在讲，稀土是中国最后的王牌，这个王牌不可能轻易放掉。所以美国的王牌呢，就是它的晶片嘛。但是美国的王牌的晶片，中国大陆它能找到华为帮它突穿嘛？所以这2项一比较的话，在第2轮谈判的时候，川普占不到多大的便宜，因为你美国在全世界作威作福的，就是靠你军力强大嘛，海外700-800个基地，养了那么多部队。又有航母，所以你敲诈勒索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当你的高科技东西没有新的产品，你现在面临你的飞机6代机也做不出来，那其他的导弹呢，不要谈了。所以这个问题啊，就大国博弈上来讲的话，川普不占多大的利益。对，关税作战，不管中国、美国双方都会受到损失。但是看谁的损失比较大。那中国大陆现在只是全国一致抗美，说忍受所有不方便的东西，耐力比他强。美国可是发展是百病齐生了，美元的强势开始往下掉，美债马上面临没办法偿还，没人买美债，他就要把美债利息提高，美债利息再提高超过5%以上。美国的房贷就马上崩盘，房贷崩盘，银行就要没收很多房子，所以你以为美国的 homeless 游民还不够多吗？所以这个问题，你卖100年、10年的外债可能还卖得掉，30年的外债你根本卖不掉，所以利率更高。所以这个问题啊，美国现在梦的是百病齐发，美元、美债。关税，如果官司打输了，刚刚你主持人讲了，你要赔钱的，而且前面付过的东西，耽误的时间你还要付利息，那是天文数啊。没错。所以这些影响，你想想看，还有那么多个国家，是不是要等在观望程度啊？看美国中国抗美国的关系能不能成功？日本抗能不能成功？所以没有人急着要跟你谈关税啊，是你先垮还是我先垮，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川普这个狂人一下我爱习近平，我跟普丁是好朋友，明天又恨死他了，他又什么没有我的话，他这样的，你俄罗斯讲我已经被你制裁成这个样，你还能把我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川普的招数已经差不多了。又玩完了，玩不出什么新把戏。因为川普的政策，就连投资人也看穿了把戏，所以不像那种快速的波动，他在讲什么，大家已经都会相对平心静气观察一下再说。所以这些国家，包括对大陆的所谓的新的制裁，他的不满，看起来只是为了要更关键的，他要跟习近平对话，要更多了。OK， 我觉得这很有趣啊！我以前在外面有些演讲讲说，强国有4个顶啊，我们讲3顶可以立一个顶，但是4顶可以更稳，叫政治力、经济力、军事力和文化力。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世代呢，绝对还要加一个更重要的，它一个可以撑这个4个顶，叫科技力。其实，在川普1.0版的时候，那时候非常清楚的13轮谈判哈，那这个他们经过了非常多次的compromise 妥协哦。中国也答应了某些东西，可是回去开会就会发现，如果我们这些全部都中了美国的招，我们全部都做，我们这个国家没办法再发展，他会稍微反悔，然后美国又继续制裁，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吓到了。
可是呢，现在反过来了，我觉得美国吓到了。这一次我觉得美国真正吓到了。好，那么我在看这一次呢，中国讲过了非常清楚，如果这个战争是你要打的，不管是什么战嘛，贸易战、关税战。任何形式的战争，我跟你奉陪到底，这4个字底气已经够强，因为他们有了筹码。可是我们刚刚看他的筹码，从双 B， 从你不管是债券的问题，你刚刚讲到债券出了危机，你卖债，或者是波音嘛，波音也是 B 的问题，双 B 好，那个把 B 的问题好像也没有真正吓到美国。可是这次你还有那个大豆啊，去转到这个巴西去这个销售，去买他们的大豆等等，也都没有真正吓到美国。唯一吓到的就是科技的 key material 叫关键材料，还不止这些哦，在整个欧洲已经在北约国家已经分析到未来军事航太最主要的 material 里面有12种，里面7种是中国后注的，稀土是其中之一，当它非常重要哈。你知道看到化学元素的好几样东西开采出来的，现在全世界这些跟稀土有关的这个存放量呢，在中国它只要有30%左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开采力以及它的加工力是世界上没有办法人比的。这个你去回想一下，中国的基建现在没有人比，还有中国的一个什么东西也没有人比啊。它的除了基建以外，它的电动车现在也没有人比，它的环保那种绿能电动车也没有人比。你只要去想就知道，它的稀土的加工力已经没有人比。美国就算有一些，它开采力不够，加工力更不够，它必须跟中国说，我跟你降低，它心里要的就是科技力，你不要来挡我。结果没有想到，中国还是审批，慢慢来，慢慢来，缓批。缓批。中国这次聪明的不得了，我讲不好，不是很底气够了。够强，所以习近平就很可怜呐、一个这个很想去追一个美少女，天天期待盼望他打电话来。川普、等了多久？川普等了好久好久，他都一直不打来。他已经用了多少方法，用赐予了多少好处，想告诉他我真的很爱你，我很喜欢你，可以送你东西。都用了，都用。他心里不是真的喜欢他，他是有阴谋的。结果呢，人家还是不理，因为人家看穿你了嘛。因为1.0他吓到了，现在2.0他要让你吓到。我觉得这非常有趣。不过我这个讲不好听点，你不管现在锗啊、钾呀、石墨烯啊，还不只是稀土这些，真的中国可以控制到1半的这个以上的所谓的key material 的一个控制力哈。这个呢，当然中国算赢的。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刚刚讲到最后一个，我必须声明一下。EDA 这个东西是重要性哦，我们说我们不是帮中国讲话，任何一个国家你绝对不能太过自大，或者觉得自己已经什么都有了。EDA 只要被美国刻入这个晶片的猴子，这个喉咙啊，你就有可能会出问题。我说白了，我在2022年9月、10月。分别写了一个上万字、一个几千字的文章，在一个周刊，还有在那个教育局一个展望探索，讲的就是 EDA 是晶片之母，它就可能刻住中国的之喉。因为本人呐，这个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在1980几年我在美国读第2个硕士工业工程的时候，我玩的叫 CAD/CAM。Computer-aided design，computer-aided manufacturing， 那个 design 就是设计，它是用机械，你全部经过电脑软体去设计到先期模去磨一个东西出来的。这个东西是重要，如果你没有它，没有办法设计哦。现在 EDA 就是美国后在那边，它的设计端在那，如果没有它，下面的光照做不出那个细腻的东西，光照照不下去就制造不出来。我们讲的说，升腾不管做到多少，据我所知，中国非常努力，前在做，它非常低调，它也不照进。但我觉得它像鸭子划水，有未来。可它现在被美国磕住，美国就像未来会跟它可能用这个交换条件，我觉得他们都会让一些。EDA 稀土可能会互让一些，因为没有 EDA， 中国也很担心。升腾他们是自己创造，只能做出最多是成熟制程和先进制程中间，假设就5奈米左右。你要进到3奈米以上，更前卫的，有那个好的设计端，可能这个 Electronic Design 这个 Automation， 甚至将来还有的 Authority 的授权，这个一定要谈好，否则的话，两边都会受伤很大，搞不好别的国家起来了。但是我觉得这2国可能到了一定的时间。美国会会让给中国一些，那中国呢还会继续鸭子划越划越好。两虎相争，伤的是谁？大钟老师，我看到这个分析说，到时候如果川普目前的谈判策略没有办法达到他想要的目的的话，下一步的牌打外交牌、安全牌、台湾牌呀。我觉得外交牌、安全牌、台湾牌现在是蠢蠢欲动，但是箭在弦上，但还没有真正拿来用。那因为主要对美国来说是取决于目前来说，它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税的谈判的结果如何。我觉得这个从川普1.0得到很多的经验，因为1.0的时候是用了10几个月，最后破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牌就真正浮上台面。那这一次从时间序列来讲，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发言基本上是谈判策略的一环啊，因为很清楚，因为贝森特先出来讲说，有停滞，因为的确从5月10号双方在
日内瓦谈判之后，其实外界对于谈判的进程不了解，但是对于美日美英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贝森特先出来讲说有谈判停滞，而且他就带到话说可能因为谈判太复杂，可能要有双方领导人来出手。那接下来川普就扮一下小黑脸，再扮个后面再给他缓解说，我们好人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不可能了。然后呢，习近平可能应该要跟我出来谈一谈。这个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有啊，因为5月23号的时候，美国对欧盟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因为当时川普说欧盟比中国大陆更恶劣，很糟糕，所以说6月1号先下50%的这个关税。那时候有没有用？看起来是有用的，因为冯德莱恩欧盟执委会的主席马上就跟川普通电。那通完电话之后，双方就各让一步说我们会加快脚步进行美国跟欧洲之间谈判。这一点其实在欧盟过去不是这样子，意思是说欧盟过去看起来是很强硬，而且姿态都摆出来950亿欧元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要课关税，可是这一招拿去对中国大陆有没有用？外界会大打一个问号，因为刚才2位这个先进已经讲到说，目前来说对中国大陆而言，手中最有力的王牌是什么？其实就是稀土。而且当川普讲完话之后，美国官方透过媒体告诉大家说，原来在5月10号日内瓦谈判的时候，当时美国愿意放90天的这个经贸谈判休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咬定说，北京当场是同意要加快这个稀土的供应，要把这个审批的速度加快。那5月10号到现在3个礼拜过去之后，美国可能觉得不耐烦，因为中国大陆也是把它视为是个谈判的筹码，所以现在开始批判说，你们怎么都没有按照协议去做。所以我认为川普到现在是做一个外交上的敲打，意思是说，我们耐心有限所谓的90天，我可能哪一天再度翻盘。但是最后如何，我觉得还要慢慢去看，因为从中国大陆外交部的谈话里面，他的讲法是，我觉得是硬中带软。其实既然是作为谈判筹码，这个代表说审批的速度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双方我们还要再看一阵子，才能够知道目前的状况如何。是，今天我们看到白宫川普开了一场记者会，看到一个金碧辉煌，墙壁上都是黄金金马空 A 的白宫办公室，送谁呢？说是一个算是欢送可那种欢送法就是川普坐着，旁边站着谁？那就是马斯克。马斯克过去身为超级好朋友，竞选期间出钱出力，那帮他得罪了不少人那这一次他出现说，Olen 呢？这个右眼不知道怎么了，一圈黑眼圈，那引起热议。那记者会上，大家特别也问了这个问题，他说是儿子打一拳所致啦，还好他说他没有去法国啦。这当然在酸马克宏我不是在法国被打的就是他儿子 X 跟他叫他玩打下去的。但正式卸下川普政府职务的工作，川普也说感谢他，送他金色的钥匙，然后未来仍然会是真正的朋友跟顾问。他说所有金色的东西都是只留给最特别的人，反正都要金的啦那到底这影响会是什么？《纽约时报》报道，马斯克辅选川普期间服用太多 K 他命，导致膀胱受损吗？有没有这种治疗忧郁症等等的问题？不知道，但外界传言纷纷。那当然还有一个特斯拉，其实这也是跟川普害的也有关系啦。股价大跌，那包括中国市场究竟被限制之下，他的特斯拉命运怎么办？所以是不是为了特斯拉去救特斯拉而请辞 Doge 吗？那现在呢？当然他发文自己公开批评川普的是什么？他大刀阔斧，想尽办法得罪多少人？好不容易在2025年5月，实际帮忙整个联邦政府省下了1700亿美元。达成目标的17%，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大而美的这种法案一送进去，直接什么减税，然后再跟增加的支出呢，就把省的预算给打回原形，所以他才表达了不满。但现在这一次，当然双方互相赞美，没有批评是不是可以化解那所以川普现在炸的新金融的泡沫三管齐下，美国银行说，川普提减税、降关税、降利率，可能造成的是市场出现新一波的投机性的泡沫。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说，美国政府跟联准会大规模的过度支出，量化宽松，美国债券市场重压下会 crash， 会崩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只有川普觉得美国会伟大，很伟大。
新数据显示，贸易战之后的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了困境，川普的噩梦在这里。美国2025年第一季的经济萎缩数据是 GDP 直接下降了0.2%，企业利润是最直接的暴跌，裁员越演越烈。5月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24万人。也是3年半的新高，所以我今天看到川普站在那个工厂里，跟大家宣布钢铁厂说：“哦，就业机会要回来了，马上你就可以领到$5000的奖金。”哇，都用画虎烂的了，就是说真的可以办到吗？就业机会就会回来吗？所有的工厂制造一辆车，全部要拉回美国，从头到尾在美国制造吗？所以传出来驻美的外管都获命令哦，现在干嘛？他内部先骂他的人先清算一遍，当然学界一定骂他了，哈佛人骂他，所以他继续审查哈佛签证申请人，坏了整锅粥，大家都在想怎么办。现在各种签证要到哈佛去会是一大问题，各种的卡关签证准不准都不知道。那厉害了，哈佛没有要妥协。听听他们毕业典礼这一次当然非常的尴尬，处境很艰难，但校长、学生、毕业代表都是挺直着腰杆来讲话，听听他们怎么说。Members of the class of 2025 from down the street,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just as it should be. Because if we still believe in a shared future, let us not forget those who we label as enemies. They too are human. In seeing their humanity, we find our own. 这位学生穿的是古装的衣服的样子，但是他是中国籍毕业的学生，所以江玉勇这一段话，他说被我们视为敌人标签，贴上这个标签，他们也是人。其实这个话在台湾也是感触蛮深的啦哈。你怎么样都是把别人当成敌人呢？那为什么像校长说我们是要来自 around the world 全球各地的学生，如今却只有限定的人吗？那美国媒体为了要劝川普放弃针对中国留学生做的各种措施呢，《纽约时报》还特别提出来了，过去在前学生事件上曾经犯过这样可怕的错误。导弹之父、航天之父，身为中国公民跟科学家有问题吗？就认为是天大的罪，所以就成为美国的参议员啊、麦卡锡主义者的攻击目标。结果事实证明呢，这种仇外的心理推动犯下的错误，成为改变全球力量的平衡。不要把人才往外推、往外送啊！美国现在号称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呢，网络上面在大陆却大赞川普，中国国运来了，因为你们的人才送出去要回来了。留学计划受阻哦，中国学生转向欧洲，像加拿大啦、欧洲啊，都会是选项。美国已经不再是选择的范围。之前伦敦啊、Cambridge 啊，他们要申请要招学生不容易，要跟哈佛竞争。现在啊，多的是可以好学生选择。将军，这个川普实在是对美国的历史都搞不清楚。川普自己也是移民啊。你想，这个美国的大学啊，是享尽天下各个国家把最优秀的学生送到你这边来。你再调查一下，他们能够回归自己祖国的有几成，留在你美国发展的有多少成？你美国的那个最近这几十年的发展壮大，完全就是这些人才把你推出来的嘛。所以你今天还记不起当年钱学森被你软禁了几年，回去把中国的导弹给你搞出来了吗？所以你这个把人才推出去啊，不只是说你造就别的国家的人才，而且你还损失了很多外国学生，他们是全额学费啊，不止哈佛一个学校受损呢，美国常春藤好多好友溃翻了，都翻了。我跟你讲，美国很奇怪啊。美国的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好，是他们办得好，他们办得好，所以可以收好的学费，所以收再昂贵的学费，教授也收到还是要去嘛，还是要去。所以，川普这个人只是一个势利的商人，他完全不够资格当个政治家，目光如豆，只看了那个抠那点小钱，结果现在这个小钱也抠不成。我很欣赏马斯克，美国这个国家壮大了这么久了，里面很多东西是要该修理的，所以川普马斯克提出来要这么多政府里面浪费、贪腐、重复付费的事情，可是问题啊，不能用这种激进的手段来整，因为中国有句话，
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条小鱼啊，你不能随便翻，翻了以后那个破碎的。还有一句话叫7年之病，3年之爱。这个病生了7年了，我用3年以上的艾草才能把你治好，执行力太差，所以马斯克弄了半天，省了1700亿，损失的远超过这个，所以没看到效果，黯然离开。问题就是说，你川普用人啊，跟我们这边差不多，有些都不是专业的人。除了一个贝森特以外，我其他看的都不像是当那个职务的，对不对？我们这边也是一样，政大的高普考不要了，外交特考不要了，对，陆军官校也可以不要了，你培养人没用，唱唱歌就可以去当大使，对，唱唱歌就可以当大使，还不止一个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我再三讲，蒋经国不是万能，但是他只有一个优点，会用人。没有李国鼎，你有今天台积电吗？没有赵孝东，你今天有大钢厂吗？没有费燕，有今天的财政制度吗？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啊，川普自己犯了这个大忌，加上他任性，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好歹你也是一个大国的总统啊，今天羞辱泽伦斯基，明天羞辱南非总统，石破茂你敢去吗？你是 No.3， 被他在羞辱吗？所以这个国家被川普是玩完了啦。听老师，我们当然今天媒体一看到哇 ，Olen 被打哦，这个马斯克，大家都哇吓一跳，怎么回事？然后看起来是他还特别取笑了法国总统的概念啦。不过看起来他是稳住了跟川普的友谊啦。我先讲一下我的解读哈，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跟一般人可能稍微不一样。哦，其实当然那个谁啊，川普其实两个惺惺相惜，两个都蛮好的，他们并没有什么仇恨，而且感情还是不错。那么其实伊隆马斯克他进去是一个顾问性质，他够聪明，他是一个外星人，你也知道，对，他要去外星，他去弄了他的训练计划或等等，但是他有看到，他用他的数据看到整个美国乱花钱，也就是有点症状在这个整个党派里面已经这个不效率，所以他这个叫做这个道具，这是非常有道理 ，government efficiency。川普是欣赏他这一点，让他进去做，他的确不管几千亿，他的确削减了这些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台湾的。很多的钱是乱用，甚至用去大文宣、大内宣等等，是的确要削减预算。这个我们当然就要支持。你不是乱花钱，不是要你花大火山，花到有意义，能够对国家发展有帮助的。所以他做到了非常多。你去看他很多数据，我很像。所以第一个月从1月20号到2月20号，我刚好在美国，我2月9号到纽约看了电视，受到太多人的欣赏。那一个月是一个黄金时期。他常带着小孩，他只是一个顾问，带着小孩背着高傲进去，他去玩的嘛。他就是顾问，他不在乎，他没有什么的压力。他现在时间到了4、5月，他其实任务到了，他该走，是这个原因。我必须这样讲。但是他那个人被杀工程，对不对？我觉得他到了他到这个眼睛，我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有点淤青。有一个节目上次，对，有人说是我太太我说不是我小孩，这些我小孩。所以你理解他的心情了啊？我了解，应该是这样。就我们现在好，那我不谈这个，我是觉得。他任务到了啦，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削减嘛，他削减到了，该抓的都抓出来，因为他是有科技数据的。好，第二个呢，我要讲是，我们先不讲这个，现在很多媒体在讲说会有系统，那个什么叫我们讲风暴、金融泡沫，还不至于啦，我不觉得它有属于系统风险。每一个政策人员，我这稍微帮他讲的话，就是他所做的政策，关税是乱打没有错，他现在3降嘛，哈，他这边叫什么？降税、降关税，还降利率。他这个就是学雷根，那有2样最少是学的减税式嘛。雷根并没有在关税乱打，但是利率也有。当时在80年代、70年代之间是已经升到快20%，然后他那边再慢慢降下来。还有一个，当时是打一个贬值啦，让日本等其他国家升值，他们也有在做一些这样的方向，还不是遇到泡沫。我必须这样讲。第3个我要讲的是，真的哈，我觉得现在把人才赶出去，这是一个很笨的做法。可是我常常会讲两边平衡的看。你觉得川普真的这么笨吗？我也不觉得。他除了他国家利益、私人利益分不清，甚至那对反犹那个事情他有点斤斤计较之外，我觉得他有他的想法，时空背景不一样哦。我们读书在美国读的时候，我们一堆大陆来的反共的比支持共的多很多，现在已经不是，因为国家国力起来了。中国已经这20年已经飞到了一定顶，会回国的比以前多很多。资本主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川普就看到这些人来这边学东西会带回去，甚至有所谓国安问题带进来的。他是要砍这些，我觉得他有看到，但是我必须说明，他做的太激进不对，他应该用策略，而且用旁边车椅的声音。你看，这次光看这个小女孩，这个中国小孩，我不知道是他们学校怎么派出来，
柔美，带出了一些犀利，她会有影响力。这时候这样一个女孩和这个老男帅美女，你觉得你会支持她？一般性就支持她。我跟你讲，川普最后还是会输。就算他想把美国做好也很难。我最后要讲钱学森，当然是美国也不是赶他走，是美国留不住他，因为当时是中华民国，那时候是中国民军1930年，他1911年生的，带回去，他才把中国这个做出了有他。我现在讲的是说，川普这样做的确也是为美国想，但是有一些他一定没有想到，有一些真正人才被他赶走以后是美国之痛，因为很重要，人才治国，尤其科技人才治国，他真的是忽略了，很难取代的哦。大钟老师怎么看？对，那个马斯克其实当然都是竞选工程，而且他们俩很像了，某种程度上都是那种大概都是要做第一位，很难去听别人意见人，而且很强势。那马斯克这个政府效率部最后的结果，当然因为他本来一开始就说做到5月，他是政府的这个特别的雇员，结果打垮的是特斯拉。对，所以他当然没有像他一开始讲的很大，这个理想太多，2兆美金的裁减，那保守要到1兆，那最后1000多亿。那他到底为什么下台？我觉得有几点，大概5点。第一点，水土不服，因为企业跟政府就是不一样，即便你有川普给你的尚方宝剑，还不是那么容易。第二点，因为就像刚才所说，他做的太快太急，所以他的反弹就很大。那第三，其实他在内阁里面啊，除了川普支持他，他没有盟友啊，他常常跟别人吵架，包括现在得到川普还蛮重用的这个卢比欧，身兼国务卿加国家安全顾问。第4个就是刚才所讲，你的企业的本业，因为川普在1个多月之前就有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他也充分说他知道这个特斯拉这个状况，他说马斯克总有一天会回去的，他已经有预告过。第5个就是这阵子的川普在推大而美法案，要送到这个国会去做讨论。大而美法案其实马斯克在这方面就是反对，虽然他是在做减税，但是他说这个大计划会跟很多政府效率部要做的事情背道而驰，这一点让他是也有个下台阶，所以中整这5点他下去。但是很多人说缺乏了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就可能不是政府效率部了，未来的前景就没有那么乐观。最后一点其实我觉得好聚好散还不错了，因为大家看到在白宫那个画面里面，蛮给面子，不出恶言，对，而且川普说还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好的顾问，随时可以回来。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川普1.0的时候，所有离开内阁的人基本上都是恶言相向，都翻脸，到最后很多是老死不相往来，包括他的副总统，很多重要的官员。所以马斯克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不错了。那就是不枉在这政府部门走一遭，但是他是动作太快、太急、太狠。那最后一点是这个美国大学这个目前川普的下重手，我觉得还要再看一下，因为川普你到底目的是如何？我不认为他一开始是要针对中国大陆，他是从反犹的去年整个竞选期间开始，那慢慢的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还有调整的空间。因为今天记者问他说，他的口径已经稍微放缓一些哈，但是他对于哈佛这些美国一流名校的这个施压，他不会放手。